以成为印度老佛爷，丈夫省吃俭用拿830亿美元供着她，但是鼻子上挂着的那颗钻石呀，就足以在北京2环内买下一套房。她就是亚洲第一白富美妮塔·安巴尼。很多人以为她是靠美貌上位的灰姑娘，但如果你真正了解印度的种姓制度，就会明白，这根本不是灰姑娘的故事，而是一场低阶财富向高阶神权的跪拜。妮塔可不是什么普通人，她是拥有纯正雅利安血统的古吉拉特人，属于印度最顶端专门给神跳舞的婆罗门。在印度的传统观念里，婆罗门呢是凌驾于所有世俗财富之上的最高阶层。他的公公老安巴尼呢，一开始只是个在加油站打工的小弟，即使后面靠纺织和石油生意赚得盆满钵满，但出身呢却是普通的废社，也就是商人阶层。这在印度老钱的眼里，你再有钱，没有高贵的种姓，依然是上不了台面的下等人，连进某些高档庙宇祭拜的资格都没有。正因如此，老安巴尼在台下看到妮塔跳舞的那一瞬间，眼睛都直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对于他们这种暴发户来说，婆罗门的一滴血混入其中，都能彻底改变整个家族的阶层。所以呢，这根本不是什么老富豪看上年轻美女的俗气戏码，这是一场资本极度渴望实现血统洗白的神圣投资。当年老安巴尼为了帮大儿子穆克什牵线，亲自往妮塔家打电话。妮塔听对方自报家门说是首富，还以为是遇到了电信诈骗，当场就把电话给挂了。老安巴尼也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呀，亲自带着大儿子登门拜访，这才促成了两人的第一次约会。在穆克什的疯狂砸钱砸关系的追求下，妮塔最终同意了穆克什的求婚。结婚之后，这场看似不对等的豪门婚姻彻底变成了穆克什长达40年的共神日常。因为妮塔喜欢钻石，穆克什呢就专门跑去迪拜找顶级工匠，在一辆奔驰车身上密密麻麻的镶嵌了30万颗绝版大钻，只要车子开上街，反射出的光芒呀能晃瞎路人的眼睛。他过生日呀，礼物从来不是什么包包跑车，穆克什呢直接送他一架定制款的私人直升飞机，甚至连妮塔平时喝水用的瓶子呀，那都是用真金白银和碎钻手工包裹出来的。后来呢，她嫌去英国度假住酒店不舒服，老公直接掏出近5亿的人民币，在英格兰给她买下了一座占地300英亩的斯托克贵族庄园，只为了让她有散步的地方。不仅如此，妮塔随口抱怨了一句孟买的空气不太好，高楼太少，看不到夜景。穆克什一转身就斥资10几亿美元，在孟买最核心的地段为他拔地而起建造了一栋高173米的27层私人摩天大楼。这栋房子里光是全职伺候他们一家人的仆人呢就有600多个，每个月的电费啊更是高达70万人民币。讽刺的是，这栋超级大楼呀就堂而皇之的建在亚洲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旁边。楼上呢是妮塔穿着几十万的高定礼服上学，楼下呀是100万人挤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贫民窟里，连干净的水都喝不上。在2025年小儿子的那场轰动全球的婚前派对上，妮塔一出场呀，脖子上挂着的2条比拳头还要大的祖母绿宝石项链，直接震惊了到场的美联储高官和好莱坞巨星。连坐在台下的特朗普女儿伊万卡、比尔盖茨，在面对这位气场全开的印度老佛爷时，都不得不微微欠身表示敬意。如此的奢靡程度呢，让当时的印度总理都看不下去了，亲自出面喊话，让他们收敛一点。结果穆克什根本不买账，直接回怼说，我给自己老婆花钱，这关别人什么事儿呀？虽然穆克什护妻护得如此高调，可外界那些批评的声音里呢，却几乎没有人敢把矛头指向妮塔，骂她一句败家。因为妮塔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安巴尼家族在印度社会乃至全球名流圈里建立起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神格。她拿着丈夫给的无尽资本，在印度创办了最顶级的国际学校，建立了全印度第一所数字化私人医院，甚至还亲自出马帮印度底层的几十万平民女性寻找工作，传授生存技能。在贫富悬殊的印度，虽然她的生活方式备受争议，但她的慈善呢，让批评声有所缓和，也让她的财富多了几分温度。她早就超越了一个单纯靠老公给零花钱的阔太形象，而是成了这个千亿财阀帝国里最硬的一块金字招牌。我们总以为豪门里最值钱的呢，是那些躺在银行账本上的数字，但现实的生存法则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残酷和现实。在那些真正掌握着庞大财富的老田家族眼里，钞票呀不过是可以被无限复制的世俗工具，而那些能够跨越阶层鸿沟，赋予财富尊严和正统名分的稀缺血统，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奢侈品。妮塔和穆克什的这场跨世纪婚姻呢，并不是灰姑娘高价的幸运神话，而是一个手握神权的婆罗门女子，用她尊贵的血脉成全了一个废社家族通往至高无上的阶层救赎。当财富与信仰完美的缝合在一起时，那些外人眼里的奢靡与挥霍，自然也就成了神坛上理所当然的香火。